觉得可能的话，中国人都应该来一次独山，因为在这里你能感受一次人类在完全没有约束的权利下的肆意妄为，感受一次刺眼的盛世光芒照耀下的末世奇景，你还能感受到完全违背时间规律的物质定律。2025年5月1日，紫灵山豪利维拉酒店正式开业了。这曾是耗资3亿的烂尾地标，天下第一水丝楼。如今烂尾楼重获新生。2016年，独山县盲目举债开建，因资金链断裂成烂尾工程。历经洪涛股份接手失败，政府招标改造，2024年的格美集团接盘，拆除原木质结构，新增现代化的设施。于2025年正式开业。从400亿的地方债务包袱到国有平台加市场化运营的转型样本，这座建筑的重生之路也标志着独山这座小县城重启之路的开始。了解我的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小时候生活在贵州，而独山就离我过去生活的城市只有60公里。都知道，我原以为独山就是我们这个18线小城下属的一个更小的乡下小镇，只有农村赶大集的时候才会有很多人的一个地方，所以从来没有来过，也完全不了解这里。然而独山这个地方就在我离开贵州20多年后，以一种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式出名了，当然就是那个水丝楼。还没到独山县城，只是开到了隐山镇附近，就已经被这路边巨大规模的风雨桥所吸引。这里有什么好的风景我确实也不知道，但这般规模的房车营地的确还是头一次见。我已经看不出这些建筑的原本目的了，是酒店还是高尔夫球场吗？但完全能看出他们希望这里成为一个高级的旅游区。我这还没到这个独山呢，就随处可见的，怎么说呢？这都不算烂尾了，这就还没盖完就放弃了。当然，这只是你们来独山的开胃菜。关于隐山镇这个与世闻名的静心古景区，我们留到最后。我们先到独山镇逛一圈。我想我对中国的县城应该是有什么成见，就是那种几条街就能逛完的生活气。又或许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他们不愿被时代的大浪给拍死，把本来的宁静变成了一种噪音。然后我眼前所展现的，就和我对这个县城的成见完全不一致了。即使到了古城西安，你也见不到这样气势的城门。而进入县城里面，这种离谱的情绪你就会慢慢习惯了。这座略带欧式风格的巨大废弃钟楼，本来就是要成为独山县的地标的。你们看它现在这个样子，确实已经达到了当时的目的，这几乎就是代表了独山现在的模样。在我看来，独山应该尽快把这个地标完工，无论用什么办法，
因为这会让包括住在这里的人和来这里的游客看到独山的希望，而不是烂在这里。在这个钟楼的旁边的独山书院被称为独山的小紫禁城，他们确实找了个由头来建造这巨大的仿古建筑，就是由莫雨绸、莫有之父子创立的隐山文化。这父子也算得上本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我不能去贬低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本地文化，但这父子二位的功绩可能完全撑不起这个县城400亿的投资，只能说独山县实在找不到可以拿来弘扬的文化根基了。莫氏父子就被强行戴上了这个文化高帽，当成了这些斥巨资修建古迹的借口。而为什么说当前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文化最无知的年代？你大概就能从这些建筑略知一二了。我之前拍过歙县的徽州古城的时候，其实那个古城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完全就是因为那个许国石坊，既有历史意义，又有文化和艺术价值。所以历史就是这么讽刺，你没有这么个遗迹，你就没有根，花多少钱都只会变成空中楼阁。还有更讽刺的是，他们为莫氏父子修了这么大一个宫殿，但本来应该保护得更好的隐山草堂，现在却无人看管。一会儿你们随我到静心古景区就能看到。当然，这个县城也不全是假的，这个小教堂就是真品。这座教堂建于清朝末年，由法国传教士创建，距今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我还路过一个独山县的老影院改造的餐厅，在这个满是烂尾建筑的县城里，见到这个被废物利用的餐厅，实在有些实属意外。可以说，这个餐厅给那些花巨资建造的没用的玩意儿做了一个标准的样板间。你好，可以啊，这超级混搭风格，欧式、西式、中式。哎呦！老板很有心的，在上个世纪解放后的老建筑里加入了各种风格的混搭，但好像也没有任何违和感，反倒有一种强烈的文艺气质。我完全没有想到，在一个贵州18县小县城里，能看到有这样精心设计的餐厅，感觉在北京和上海也难得有这样的用餐体验。所以呢，比起那些本应该拉去刑场的当地政府官员，我们伟大的 CCTV 真的应该好好的来采访一下这个餐厅的老板，他是怎么把这个完全可以拆掉的影院重新复活的。还没收上呢，昨天晚上这个风格。独山县还有很多烂尾项目，可以说整个城区几乎随处可见。当然，这期的主要任务是静心谷景区的水丝楼，所以呢，我们最后逛一下这个盘古庄，就结束独山县城的内容吧。就像我开篇说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来一次独山。如果你只是看视频，你是完全体会不到那种逛一种人类奇景遗迹的新鲜感的。而我自认为，这种景点估计你在这个地球的其他地区也很难体验到。它属于我们这个国家独有的，甚至在自媒体平台，逛烂尾楼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赛道，流量巨大。所以，这些耗资巨大的项目也算是产生了一些社会价值吧。当然，是好是坏，那都是时代的注脚。我想等人类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时候，这些遗迹估计就成为了人类被取代除了战争以外最好的借口之一。
独山除了很多烂尾，还有很多像这样建好的楼盘也到处都是，可里面几乎都没有入住。我其实不知道这种建好了也没有入住的楼算不算烂尾，但我知道这和全国其他地方卖不掉的房子一样，都属于浪费。终于到了静心谷景区，可以说独山县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烂尾楼就像你下的一锅饺子，而这个静心谷才是那盘醋，所有的祸根都来自于这个景区。我想所有来这个景区的都会被这个怪异的碧玺所吸引。全国各处的皇帝陵我也逛了不少，还有一些也绝对算得上珍宝的古迹我也去了不少。我完全想不起我在哪个中国的古迹里见过如此巨大的碧玺了。这独山绝对是我去过最夸张的，我这还没走出1公里，然后就你们看前面有一个大碧玺，真夸张，这是准备接待上千万的游客。你们看这个舞台，夸不夸张？这什么风格我都有点说不清楚。哎呀，太有意思了！这边还有一个酒店，应该是也没人了，关着门了。东升大酒店，我去，太夸张了，这个太夸张了。我不知道要造一个这个要花多少钱啊？过去皇上才有资格搞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人拍过这个。我以为独山没有什么可玩的。哎呦我，这有点怪异啊！哇！我也是去过不少地方的。你们看这做工，哎呦，欢迎来旅游，太夸张了，还没有字儿。哇，震惊，你知道吗？你从它就能看出来，独山县当初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了这个静心谷的景区，重要性可见一斑。而碧玺上面还是个无字碑，以现在独山县这个样子，确实还是不要刻字为妙。也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功德刻在上面，希望是好的吧。这再过100年，你怎么解释给人？怎么解释呢？这有什么意义？是完全是为了旅游才建的。我操，真！我去，这一个柱子上都有不少故事要讲啊。我觉得现在独山应该作为一个全国最有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这个柱子当时设计的时候，应该是能晚上发光的吧 ，LED 什么的。哇，确实花功夫了。咱也不是说它是古迹什么，但是人雕的还挺细啊。这就很幽默，确实是想脱贫才会这么的激进盖这些东西。我去，这一个镇就造了这么多令人震惊的建筑。我的妈呀！党群服务中心，听党话跟党走。
指导思想都是正确的。哇，你们看这个建筑，这个叫隐山镇的这个地方，完全颠覆你，就是你以为这里有一个什么特别有名的历史遗迹，然后你会看见像这样一个巨大的牌坊。以我行走中国这么多景区的经验，建造这种极端奢侈的牌坊的目的，可不只是让你觉得这个景区气派。你看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了吗？这个牌坊就是所有贵州景点的标配，告诉你把车停在这里，然后坐上他们的大巴，要开始割你的韭菜了。所以幸亏他们烂尾了。再往里走1公里多一点，就到了景区的内部。实际上，这个景区和独山县的其他烂尾项目一样，被无限的夸大了。你说这里有多好的风景，我确实没看到。我只看到他们为了这个景区毫无节制地修建了大量的配套的仿古建筑。当初建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从外表也看不出这些房子到底是干嘛用的，反正就是满眼的各种仿古。我也逛了一下，基本上都是空置状态。都拉尾了，盖了不知道多少这个沿街的民宿，然后一个人都没有。嚯，这是准备每天能接待10万人的容量，反正设想是这样的。现在呢就哟，小院儿多好呀！好像也有人哈。这都是装修一下就能住的地方。如果你要说环境还是真不错。这要是都能住上人，我觉得也是个挺好的地方。就你没有那么大的景区，你支撑不了这么多的什么疯狂盖古镇。看这楼全是空的。就在我以为这里完全废弃的时候，没想到这里还真的有人住。他们是一对从重庆来贵州避暑的夫妇，这里一套房间1个月需要2000多块钱，而且水电齐全。虽然这里风景一般，但配套和环境还是可以的。最主要的是，这个地方就和贵州很多地方一样，气温不高，就这一个优势就足以让这里成为绝佳的避暑选择。我过去曾做过贵阳的视频，说贵阳潜力巨大，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查了过去30年全国平均气温的数据，就是一直在上升，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我想各位已经从各地的新闻感受到了，而每年来贵州避暑的人也在逐年递增，这就是贵州的机会。但现在本来可以好好接待这些游客的钱，都被这些烂尾楼用光了。接下来就要看民间资本的力量。刚刚和一大哥聊了会儿啊，人家是做咨询的，在这儿旅居呢，因为这儿凉快。哎呀，也是跟我一样啊，吐槽这个贵州旅游啊，他不算吐槽吧，他是因为人家做咨询嘛，可能比较了解这个地方政府啊，还好对，专门是给政府做咨询的，所以比较了解这一块。说这个独山啊这边。怎么偿还这债务啊等等等等啊，有意思。不过这个地方除了人少啊，真的是挺适合来旅居的。其实要说到这里，真算得上景色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个静心谷的荷花池了。
在这个景点的周边的建筑都要比其他的地方要认真了很多，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我上面说的古迹隐山草堂。你们看这个景区里啊，这就是无数的这种房子。其实把这里做的精致一点，完全是可以来这住的。你看这堆房子外面对的，这也没人管，这杂草，水也没有。这有一片池塘啊，中间还有一个徽派建筑。这完全可以再做按照宏村来一个复制一个。这个酒店旁边啊，真的环境是真挺好。他们可能当初在这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觉得，就当地政府啊，肯定也是觉得这环境是可以的，完全搭成了一个徽州古镇的感觉。当然，这个吊脚楼啊什么的。也不是吊脚楼啊，就是这种建筑可能还是更像贵州的。你看看这些做工，我操，这跟我去徽州看的没有什么区别了都，好像就是好多年以前的。这灯笼也有历史了。隐山草堂是莫有之及兄弟幼年读书学习的地方啊，这里还有历史。这，哎呀，锁了，我进不去了。我以为这个假的，其实是个真建筑，那你应该管理起来。这个建筑虽然不是一个真古迹，而是当地政府在30年前为了作为莫有之纪念馆用来展示他的生平事迹、著作和相关文物的一个场所。虽然它不是一个真货，但依然能看出建造这个徽派建筑细节的认真。但现在放在这里就是一个完全无人问津的状态。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这个了，他们执着于建那些完全没有历史意义的空中楼阁，然后这个有些历史意义的建筑就这么荒在这里。你知道美国的麻州塞伦毕波第博物馆还曾把黄山市的一个老徽州建筑整体打包到了美国供人参观，对比我们对这些老建筑的态度，真的还不如放在别人家里。这是风雨亭，这没人管了，这被水冲的，烂掉了。这个荷花池大概就是这里最好的景点，也不知道这里原来就有荷花还是后来栽的，它让这里完全没有了贵州气质，变成了一片江南的景色。总之，这就是我说的那盘醋，因为你在这里怎么逛，包括那个水丝楼，就再也没有比这里好的景色了。终于到了，现在的水丝楼已经变成了紫灵山豪利维拉酒店。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可惜的，没有看到这里作为水丝楼的烂尾的状态。我想那时候的它是作为一种人类文明奇迹而存在的。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不希望它真的好起来，只是现在这个酒店看上去
貌似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海边海景酒店，已经没有了当年李鸿进的雄心壮志。要打造4个世界级，3个国家级。第一个世界级就是颐养胜地，世界上最大的颐养胜地，做世界上最大的空中旅游基地。第3呢，我们做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山地旅游基地，我们拿100平方公里出来，专门做山地旅游，就像这个自驾车房车营地，包括国家体育总局的下面国家的那些体育方面的一些赛事、一些活动、一些训练的一些基地，不仅是做旅游。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个地方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小气候环境，我们这么大一个面积、这么大一个高品位、大规模的这么好的资源，将来就像我们今年看到的G20的峰会，到杭州召开的这个，还有我们的乌镇开的那个世界级的什么网络大会、联合国的，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官方的重大活动，我们民间的学术研究，还有很多民间的大的一些活动，我们将来可能就希望到这个地方来召开。好了，无论如何，这个酒店已经盖好了，而且还是个5星级酒店。原谅我这个屁民，一般也没有什么机会住5星级酒店，我平时住的都是快捷酒店，所以这个酒店的配置对我来说肯定是很齐全的。这里的旺季价格大概就是这样，而且这里自助餐的价格也只要40多块钱，可以说是非常亲民，完全没有一个5星级酒店的架子。那我们先进去转一转。没人啊，健身房也不错。水疗中心在哪儿？一个人都没有。我还到了这里最贵的房间参观了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98。哦。对，然后这种的话是我们的泡式双床，是大概有70平左右。这可以住一家人？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床铺，这个的床铺的话是1.35米。哦，那我就自己开拍吧。可以，行，好。有任何问题您及时跟我沟通就行。好。哇。环境还不错，双床。这是998的房间。喝茶。哎呀，我这也没住过什么好房间。看，还有外面。哟，998还不错，还有户外的浴池，哎呦，山景房、庭景房是吧？哎呀，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啊？你要真在这洗澡，会不会别人看见呢？我这个都可以打高尔夫了，对吧？你看这个我要洗澡了，不过冲个凉还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老实说，这个风景确实
不能说是非常好，但是房间还可以，确实也够大了，一家人来这儿放个假可以的，而且价格也不算特别离谱。介于我对5星酒店并不熟悉，我的观众里可能也自由一个判断这个酒店到底好不好吧。我问了一下，其实现在的经营状况还不错，这是他们傍晚的入住情况，他们前台的服务人员忙的我都插不上话了。这也是这里最有名的吧？它是真木头啊！啊，我以为是假的，真的吗？不可能吧？我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有这么粗啊？贵州哪有这么粗的树？所以你这么看，这个建筑好像并不是很震撼，远没有以前烂尾的时候好看，是吧？不过现在人家盈利了，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说实话，如果不是之前那个水丝楼在网上的火爆，我想很多人都不会知道独山，更不会知道静心谷景区。所以这个酒店在网上依然能有现在的流量，也不得不说之前那个投资还是有点用的，只不过这个成本过高了。如果光是这个景区的实力，应该完全撑不起这么大一个酒店在这里运营。我只能说，整个静心谷景区现在还处于一种烂尾的状态，这里又没有如同贵州其他景区一样的知名景点来长期的获取游客。如果这个景区不进行更细致的管理和维护，等水丝楼的热度一过去，完全有可能变成门可罗雀的状态，那这个酒店就危险了。一句话，流量就是兴奋剂，没有硬实力，迟早要完。最后呢，我来聊点没用的话题。我做了几期烂尾古城的视频，独山县应该是全国所有烂尾镇界的极致了吧？其实这些烂尾的项目都是过去10年间全国房地产疯狂大跃进产生的畸形产物。我前面聊大庸古城的那集聊过，为什么这个地方会产生如此大的浪费，我就不再重复这个话题了。但这次呢，我最后想聊聊为什么中国很多事儿都会变得一地鸡毛。我话说到这里，可能又有人要开始杠，我们国家这40年的伟大成就，难道你就看不见吗？不好意思啊，有成就是对的，但不代表它没有问题。我说过无数遍，喜欢看成就呢，你就老老实实的每天7点坐在电视机前就可以了。我想说的一个观点就是，包括那个落马的才被判了12年的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在内的政府官员，还包括很多中国人，总是生活在一种零和博弈的困境中。如果不怎样，否则就怎样。这些政府官员在当年如果不快速的做出一些政绩，或者说白了，他们的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就那么几年，他们就不得不做出一些激进的事情来，最后都是得不偿失，生命都被浪费在了大牢里。我在过去10几年其实也被卷进了中国人这种无止境的焦虑中。毕业总有人告诉你要结婚，要生孩子，要买房子。其实到现在你去想想，生活里有什么是必须的吗？上大学是必须的吗？我从毕业到现在上了20多年的班，从来就没有用过那个毕业证。买房子是必须的吗？你看过去几年疯狂的房价，现在又逐渐恢复了正常。甚至是连买一个手机和汽车，中国人都在焦虑。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那些每年都在换手机换汽车的人，那些数码和汽车博主，人家那是工作才折腾这些东西，而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传播焦虑，哪个手机拍照更牛逼，哪个汽车自动驾驶更智能。一个正常人生活里有多空虚，才会整天花大量的时间和钱在这上面。我想说的其实是，中国人要学会生活。什么是生活？
就是你要学会发现眼前的美好。其实这些东西在一个正常人身上根本不用学，而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必须怎样，否则怎样。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是必须的。你有一个自行车，你就能每天骑车锻炼身体，不用羡慕那些开跑车的人。你有一个40平米的小屋子，你也可以打扫得干干净净，让自己每天心情愉悦。这40年，所有人都在跑，甚至想飞，没有人看看脚下这片土地才是最可爱的。请珍惜眼前的一切，否则都他妈的是海市蜃楼。好了，我是不二飞，谢谢大家。